旅行携带什么样的镜头？这个问题呢，是我们 B 站私信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啊，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甚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和你侃上一天。我手里这支腾龙新发布的28到200毫米镜头，可以说又让这个答案多了一种选择。今天呢，就由我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选择，我们使用下来感受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想去旅行的恰恰同学。作为一个对画质有追求的摄影师，我也对出去携带的设备不断的尝试。我曾经拿 EDX 配4-5个定焦镜头，总共20多公斤的摄影器材爬过山，也尝试过拿 RED 去拍 Vlog。虽然这些设备都非常的沉重，但是可以让大家看到画质更高的视频。背负这些器材出去拍摄呢，也是非常值得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月初经历了连续几天的熬夜剪辑拍摄，我突然腹痛不止。去医院检查发现呢是阑尾炎发作了，在医院住了几天。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大毛老师一个人在工作室磨斧子做炒面。住院的时候大毛老师劝我，不行咱就休息休息。这可是你说的。所以我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再让大毛老师搁几天视频，真的去旅行一次，享受一次休假。以前对我来说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喝着肥宅快乐水玩大保健。旅行嘛，就去 Skelliger 群岛划船，我能1个星期不动地方。但是自从去年体重减掉100公斤之后，户外运动对我来说呢也不再是负担了。我也更愿意做一些以前从来不敢也是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爬山、徒步旅行，甚至我还在计划等下一个等级的解封之后呢，我可以做一个长途的骑行。和大毛老师这种专业的户外玩家不一样，旅行对我来说是一切都是新鲜的。既然不用工作，那沉重的单反、变焦靠走的定焦镜头就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机呢，就是越轻便越好。但是作为一个器材党，使用全画幅系统是最后的倔强。那么给全画幅系统找一个画质说得过去的大变焦镜头来旅行使用，就成了我这次的最佳选择。腾龙的这支28到200毫米镜头，在焦段上来说，可以说是集合了自家的2875和70180。除了广角端28毫米起步略显不足，其他焦段均可以覆盖旅行摄影日常使用的焦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画质方面。先说说我们的结论从广角端的28毫米到长焦端的200毫米，腾龙的28到200毫米全程保持了光圈全开下的高锐度低色散。广角端的28毫米边缘画质呢有一些下降，在我看来属于可接受的范围内，光圈缩小到 f5.6 即可以保证全片的锐度爆表。对于 A7R4 这种6000万像素的怪兽来说毫无压力。相比较于传统单反大变焦镜头 f3.5 到 f6.3 的光圈值，腾龙的28-200 f2.8 到 5.6 的光圈值在这个体系下可以说是做到极限了。广角端 f2.8 大光圈保证了日常低光照度下的高感表现，光圈从50毫米端缩小到 f3.5， 从70毫米端缩小到 f4， 到135毫米端就收缩到了 5.6 最小的光圈。很多人纠结大变焦比的镜头长焦端没有大光圈，难以保证背景虚化。当然要让后面的背景清晰，让人家看见我在 Singapore。如果说我用大光圈的话，我后面糊得一塌糊涂，别个说你在你妈我江南哪儿没的，江南哪儿没的，没听说过。不过 f5.6 的光圈依然可以拍出来自然的背景虚化，满足大部分喜欢旅行摄影朋友的创作需求。拍摄视频的话，我个人习惯是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会收1到2档光圈来拍摄，这样既可以让画面有虚化产生的纵深感，也可以保证焦点内有足够的前后景深。腾龙在所有的索尼 E 卡口镜头上都加入了微距的功能，这支镜头呢也是不例外的。28端和2875一样，都是19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200端是 0.8 米，也有不错的放大倍率。对于餐前必须拍照消毒的美食摄影爱好者来说，近摄功能非常的好用。画质和前几支腾龙镜头一样，极限的近摄呢会导致画面锐度下降，需要收小光圈来使用。不过微距题材大部分的情况下也需要收小光圈来保证景深范围。
如果喜欢拍摄微距器材的同学呢，可以通过携带一个轻便的补光灯和三脚架来提高画质。说到三脚架，就不得不提防抖性能。防抖对于旅行镜头来说特别的重要。旅行的时候呢，多数场景都是边走边拍，根本没有时间用三脚架来拍摄。按照我和大猛老师的拍摄经历来说，旅行的时候三脚架使用效率并不高，也就是拍拍日出日落，连延时都不怎么用相机拍摄。但是手持拍摄非常依赖相机的防抖功能，腾龙没有设计光学的防抖，全部依靠索尼的机身防抖，这在之前的腾龙镜头上也是如此。那么在这支镜头上表现如何呢？照片测试下来，28毫米可以做到手持15分之1秒的成功率，长焦呢可以做到30分之1秒，大概有80%左右的成功率，基本上来说是合格了。但是对于视频拍摄来说，防抖一直是索尼系统的软肋，手持固定机位嘛，还有相对说得过去的表现。运动镜头嘛，还是建议各位搭配轻便的稳定器和三脚架来使用。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拍摄视频手持的一个小技巧啊，如果有支撑点的话，尽量利用支撑点，比如桌子呀、电线杆啊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夹紧双臂，双脚分开站立，保持一个稳定的姿势，那画面晃动尽量的自然一些，这样拍摄出来的画面更有临场的感觉。对于想在旅行视频中加入稳定器运镜画面的朋友来说，28到200毫米在 Ronin SC 上200段是无法配平的。如果霸王硬上弓的话，会导致电机断电停止工作，收缩到100毫米段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少使用这么长的焦段上稳定器来运镜。如果对于长焦段上稳定器有需求的同学呢，建议使用 VBOS。作为一支原生的索尼 E 卡口镜头，腾龙的这支28到200毫米在对焦方面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对焦迅速准确，应付旅行过程中这种碰到的奔跑的野生动物来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我还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要谨慎更新索尼的机身固件，等我们这些喜欢折腾的 UP 主帮您试完毒了之后，确认没有问题了，您再更新。凡事都有个取舍，比如你想保持好的身材，那你就需要多运动，保持健康饮食，拒绝高热量的饮食的诱惑。如果你想有好的考试成绩呢，那你就要多花时间复习，通宵打游戏嘛，肯定是不行的。镜头也是一样，如果你想要焦距覆盖广，体积小巧，就得在光圈方面做出妥协。为什么很多摄影师就摄影爱好者，他们喜欢追求大光圈？哎呀，这个虚化好，哎呀，你看这个虚化多棒！我不是啊，我没有，别瞎说。牺牲大光圈带来轻量化、小型化的大变焦镜头，在我看来是非常适合出去旅行来使用的。这个镜头呢，对我来说也不是没有缺点。首先就是广角端是28毫米，不是24毫米。对于一些场景来说，拍摄不是很方便，需要多携带一支20定焦或者是1728这种广角镜头来解决。哦，对了，这支镜头和其他所有的腾龙 E 卡口镜头一样，都是67毫米的口径，方便滤镜的通用性。另外一点啊，就是腾龙铁了心不给 E 卡口镜头做自动手动的这个切换按钮，这个在有些相机自动对焦难以工作的场景拍摄的十分抓狂。旅行的乐趣呢，在于用眼睛去发现，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玩的开心快乐最重要。旅行本身的目的啊，就给自己休息放松的机会。拍摄的器材如果牵扯了太多的精力，我个人感觉有些得不偿失了。相机呢，只是摄影师手里的工具，选择适合的工具比选择强大的工具更为重要。希望本期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呢可以一键3连，那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恰恰同学。关注我和大猛老师的微博，还有木易小夜伴的微博，获取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最新的动态。我们下期再见。Bum bum bum bum